朋友们，大家好。落后就要挨打，这句真理昨天又演绎给了全世界看。2026年2月28日，美国还有美国的爸爸对伊朗进行了预谋已久的袭击，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甚至没有美国国内法授权的一次针对一个联合国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践踏，也是违反任何人类底线的野蛮行为。美国爸爸称之为为了其国家安全的宪法制人的打击，而美国总统则说是为了把伊朗人民从被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他号召伊朗人民待在家中不要出来。他说这是伊朗几代人来难得一遇的机会。所谓的和平总统已经完全没有顾忌，想打谁就打谁。他早就说过，他不需要国际法，他就是国际法。朋友们，像当初北约国家针对俄罗斯，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问，如果同是侵略，那么北约国家敢对美国以及美国的爸爸发起制裁吗？我100%的说，他们不敢，没有那个胆量，而且他们有另一套说辞，因为伊朗政权是邪恶的，所以打击伊朗、侵略伊朗是正义行为，是为了解放伊朗人民。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借口，熟悉的双标。你看，正义与邪恶都由他们定义，太他妈恶心人了。那么现在国内那些公知们，那些跪舔西方的人，他们怎么出来洗地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法洗地了。我们现在可以想远一点，今后呀，中国也可以说为了中国国家安全，宪法制人，对某某国家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任何国家只要他觉得有必要，今后都可以这么干，因为这一切都是由西方开了一个头，而且过去数十年，西方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只不过以前他需要一个借口，比如说需要一支洗衣粉，而现在呢，什么借口都不需要，只说为了国家安全，所以就立即可以宪法制人，或者说我不需要国际法，我就是国际法，就这么粗暴简单。那么一直说为了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人权，标榜自己的那些西方媒体，比如说德国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呢？没有谴责，德国政客也不敢站出来说半个字，而且他不仅不谴责美国以及美国爸爸这种侵略行为，反而谴责伊朗的反侵略行为。我看了德媒有评论功能的报道中，有的人竟然说打伊朗打得好，那个邪恶政权就应该武力推翻它，不需要遵守国际法。那我们按照这些德文的逻辑，我们再推远一点，假如某一天俄罗斯人说为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他们打入欧洲腹地，甚至打入德国，那么这些德国人是不是也还为俄罗斯人叫好呢？我们说说伊朗吧，朋友们，我一点都不同情伊朗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太弱智，是个跪舔美国的政府。伊朗政府以为可以通过谈判放弃发展核武器，降低姿态，就可以获得美国的谅解，就可以让美国解除西方对伊朗的制裁。而且伊朗政府还天真的认为可以让美国政府帮他保管浓缩铀，取消制裁。真的，所以这么说朋友们，我觉得伊朗被打实属活该。虽然这么说可能伊朗人不喜欢听但是我真的觉得伊朗政府这么做就是导致今日伊朗被打这直接的原因，或者说直接后果。而且过去伊朗也犯了类似的错，但是他从来不长记性所以朋友们，我真的难以同情伊朗政府。受苦的是伊朗人民，但是伊朗政府真的不值得同情。不知道有多少人与我的观点类似，所以在评论区欢迎大家留言。美国说是打击军事要害目标，但是伊朗报道，比如说伊朗有一所女子学校被炸了，目前的消息是至少有52人死亡，52个女孩。难道他们是恐怖分子吗？难道他们是伊朗神权政府的什么官员吗？据最新报道，特朗普称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被打死了，而且这点也得到了伊朗官方的证实，也就是说他真的被打死了。但这次与其他以前的袭击不同，伊朗被袭击1个小时之后就已经组织了反袭击、反报复行动。伊朗展开反攻击，打中了美国
以及美国爸爸一些目标。同时，伊朗对中东美国那些军事基地也发起了攻击。伊朗方面称，这次打击是用伊朗一些过时的武器，也就是一些过时的导弹。当然，还同时发起了无人机攻击。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等美军基地都受到攻击，而且有人员伤亡。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比如说沙特，他没有谴责美国以及美国爸爸对伊朗先发制人的攻击，而是谴责伊朗对中东其他国家美军基地的攻击。你看，真是岂有此理！虽然他们的派别不同，但是同是穆斯林兄弟啊，对不对？为什么没有谴责美国的攻击，而且是他们先打伊朗的？然后呢，伊朗是反击，但是呢，沙特谴责伊朗而不谴责另一边，真是岂有此理！其实啊，中东乱或者中东被搞乱，正中某些国家下怀，比如说美国以及美国爸爸，因为啊，你中东越乱，那么美国在中东那个爸爸就可以火中取栗，趁机占领更多应许之地。前面提到，伊朗说了啊，伊朗就是反击，是拿一些老旧的武器来打，今后他会拿出一些高精尖的武器，说是美国都没有的武器，比如说超高音速有可能啊。那么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在美国爸爸的海域那里，那艘屎尿横流的福特舰航母就在那个地方，是个活靶子。伊朗敢打吗？伊朗有能力打吗？还是伊朗在吹牛？就看伊朗现在能不能说到做到。活靶子就在那里，看能不能打。如果能打，那伊朗就赢了。所以啊，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好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美国联合他的爸爸对伊朗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什么情况。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一篇报道。《时代报》是德国中间偏右的媒体，通过这些报道可以看清西方国家他们的媒体以及他们政客的嘴脸。莫茨、马克龙和斯坦默谴责伊朗的报复性攻击。德法英三国政府首脑在一份声明中批评了伊朗的袭击，必须重返谈判桌。法国、德国、英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严厉谴责伊朗对地区内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攻击。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坦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其随意的军事打击。声明中同时呼吁重返谈判桌，并要求伊朗政府找到谈判解决方案。联合声明还指出，我们没有参与这些军事打击，但正与我们的国际伙伴保持密切接触，包括美国、美国爸爸以及地区内的伙伴。此前，默茨曾表示，德国政府事先得到了有关对伊朗袭击的通知。默茨、马克龙和斯坦默还强调，这三个国家过去曾多次呼吁伊朗政权停止其核计划，减少弹道导弹项目，并停止在地区内和我们本国的破坏稳定活动。此外，他们还要求结束针对本国人民的令人发指的暴力和镇压，最终必须允许伊朗人民塑造自己的未来。美国爸爸和美国自己此前通过广泛的军事打击，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则对美国爸爸以及多个海关国家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作为回应。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来看看德语区的人对此怎么看，是幸灾乐祸呢，还是同情伊朗呢？第一条评论：这只是个拙劣的笑话，难道伊朗就该挨炸，还在一旁保持沉默吗？荒谬至极。继续往下，正合我的笑点，谴责针对先发制人的非法袭击的防卫措施。再往下，原来如此，默茨、马克龙和斯坦默批评伊朗的报复性攻击，难道一个遭受反人类攻击的国家就不能再自卫了吗？那乌克兰也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抵抗。如果是德国遭受攻击，默茨肯定也会首先坐到谈判桌旁，对吧？况且法国和英国本身就拥有核武器。实际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目的并不在此。伊朗要将铀浓缩到可以用于制造炸弹的级别，90%，
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下一则，即使伊朗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这3位也是在剥夺一个国家自卫的权利。美国和美国爸爸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难道这种情况下，伊朗也该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让别人去打吗？真是脱离现实。继续往下，我认为这些先生们想在伊朗遭受明确违反国际法的袭击时禁止其自卫，这并不是特别明智，这是袭击，甚至根据美国法律也是不允许的。那么这究竟为了什么？好的，我们看下一则。现在到底是谁先攻击了谁？这种双重标准真让人厌烦。无论涉及的是谁，哪怕伊朗不是和平的缔造者，这件事上侵略者是美国爸爸和美国。再往下看，批评伊朗的袭击多么虚伪，我称之为自卫性的尝试。再往下，我得确认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美国爸爸和美国攻击了伊朗，而这3位活宝却要求伊朗回到谈判桌旁。难道特朗普式的狂妄自大现在有传染病了吗？下一则，这简直是将荒谬的虚伪演绎到了极致。究竟是谁从谈判桌上起身离开的？是美国。这3位德英法的大人物对乌克兰也说过这样的话吗？这真让人难以置信。究竟是谁会选出这样的人来当国家领导人？好的，各位，接下来很多类似的评论，所以从这家媒体报道的网友评论来看，他们的3观还算正常，至少没有盲目跟随这3位无耻的所谓国家领导人。我们再看几条德国另一家主流媒体德国中间偏右的《世界报》的网民评论。该报道是关于特朗普宣布打死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伊朗宗教领袖在周6袭击中丧生。伊朗国家媒体证实，唐纳德·特朗普认为这是伊朗人民夺回自己国家的最佳机会，对伊朗的轰炸预计将继续。好的，我们直接看评论啊。第一条评论，很久以来最好的消息。德国之士我点评一下，大家看，点赞的人还挺多。继续往下，特朗普真是个好人，要是德国有这种领导就好了。再往下，又少了一个邪恶的人，他肯定会下地狱，像他一样邪恶。特朗普也这么写道，历史上最邪恶的人之一死了，真是个好日子。下一则，只能希望这次政权更迭能够成功，但美国人自1945年以来的成功率让人不禁怀疑，恐怕欧洲人又得收拾残局，迎接难民了。好的，下一则，美国爸爸和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有胆量使用它，真是令人印象深刻，非常佩服。希望伊朗人民现在能认识到这个获得自由的机会。继续往下，他们说到做到了，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再往下，很高兴看到伊朗人民在庆祝，谢谢你，特朗普老爹。好，下一则，摩萨德太棒了。继续往下，对于左翼政党中的伊斯兰主义者朋友们来说是哀悼日，对于伊朗人和每一个正常人来说是高兴的日子。好的，各位，接下来的绝大多数评论都说特朗普干得好，而且他们说终于物理清理掉了一个邪恶之人。好的，最后呢，我们看看德国国家电视2台油管官网的几条评论。由于国家媒体比较慢，还没有哈梅内伊死亡的消息，而且这是德国电视2台的特别节目，标题为德国2台的特别节目，美国爸爸和美国袭击伊朗，德黑兰发起反击。看第一条评论，突发新闻，和平委员会开始了他的第一场战争，呵呵呵呵。当然呢，这是讽刺的。继续往下，制裁在哪里？再往下，自我定义的国际法。下一则，这是违法的，必须像对俄罗斯那样实施制裁。下一则，
我厌恶伊朗的毛拉政权，但一场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就必须被定性为侵略战争，即使侵略者是美国和美国爸爸。更何况这次行动还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授权，这对和平王子特朗普来说是一枚不光彩的奖章。好，继续往下。为了转移公众对那些爱泼斯坦文件的注意力，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再往下。是呀，现在国际法在哪里？针对这些战争贩子的制裁又在哪里？好的，看下则。这不是违反国际法吗？还是说某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继续往下。亲爱的德国电视2台，现在对美国会有什么制裁？再往下。内塔尼亚胡本周原定有更多关于腐败指控的庭审日期，他取消了一大半。鉴于与伊朗再次开战，接下来的庭审日期将被推迟数周甚至数月。唐纳德·特朗普也需要在媒体上制造转移视线的事件，以转移人们对爱泼斯坦文件的关注。这真是一手洗另一手，两只手都还是脏的。好，看下一则。为什么我觉得特朗普想借此转移人民对爱泼斯坦问题的注意力？继续往下。应该时刻牢记，是特朗普自己退出了与伊朗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因此美国要对伊朗发生的一切负责。再往下。宪法治人的战争总是非常可疑的，而且违反国际法，即使是为了推翻一个恶劣的独裁政权也是如此。美国自己也正走在通往恶劣独裁政体的道路上，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他自己。下一则。北约也会像对俄罗斯那样对美国以及美国的爸爸实施制裁吗？北约也会像对俄罗斯那样对美国以及美国爸爸实施制裁吗？继续往下。到处都需要傀儡国家，那些不顺从的就会被除掉，就像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地发生的那样。这从来就不是为了那里的自由和人民，恰恰相反，他们不惜接受成问题的政权更迭，就像在叙利亚那样，把最恶劣的圣战分子扶上台。这些人随后迫害和杀害非穆斯林，真是病态。好的，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真正的恐怖分子和侵略者是那个进行挑衅性攻击，却凭借权力和腐败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的人。好的，各位，德国电视2台的网民评论也算正常，至少与我本人的三观基本一致，说明这些说德语的人不算过分。看来德国世界报的受众，也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真是些是非不分的存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恨伊朗政权，甚至伊朗这个国家。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又一次让我们直观认识到，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和平有保障的国家是多么幸运呀！你们说呢？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你们对美国以及美国爸爸宪法制人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伊朗进行反打击，大家有什么看法？请在下面留言。好的，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